1亿钱。怎么样？还要再查？多长时间？1天？2天？1星期？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行，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行，那我先走了。李姐，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金条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哎，我借你们洪老师用一下啊！跟我走。上车。哎呀！去哪儿啊？阳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没开门呢。开门了。开门2小时以后呢？开门了，我说开门了。肯定不可能开门。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洋餐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雅萍？你真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11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都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案怎么办？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我的工作。好吗？哎，我早就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他家里发现金条了，我不能查吗？乔振兴死了，死的不明不白的。我说2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2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不该查吗？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洪亮，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那咱俩说啥呀？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检服。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检服都不能穿，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我有什么可称量的？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拿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啊？这么快？行，知道了。咋了？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啊？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
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一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我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我就是黑社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认罪认罚具结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部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张主任，这么问不合适。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视频无情。该批评，你们到底干嘛？该投考，想要点啥呀？难看不？现在揪着问了。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谢主任，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过程。我们需要时间。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落实到位。的确，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来向你道歉的。
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办错案。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哦，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建议回避。好。哎，老乔的视频你看了吗？等会儿啊。你说老乔这什么情况呀？就这个情况，你不都看着呢？他自杀就自杀吧，用这干嘛呀？你让周梅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过呀？不是，有些事儿吧，咱现在都不好说了。你不知道老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下来？不好说呀。但现在我就是我特别难过，不仅仅是说因为我失去一个老朋友，我是不知道老乔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非常难过，你能明白吗？我明白，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你不能表现出来很难过，尤其是明天上班出了门之后，你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难过，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吧？就算在你同屋的室友面前，你也不能表现得太难过。洪亮啊，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我知道。你千万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吗？记住了。当然，肯定的呀。挂。你先挂。干啥呀？我不放心你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子，那你笑一个，笑一个再挂。放心吧。好，行。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is 刘主任，哎呀，不好意思吓着您了。你怎么在这儿？好久没见您了，这儿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上车。你找我干嘛？有事吗？刘主任，救命啊！咱家矿太困难了。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说我哥现在在里边，丢了好多老客户，铜镍矿的开采这事儿也停下了，也耽误了。那是你们经营问题，你找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主任，我能想的办法全想了，我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我哥这个事儿，他迟迟没个结果，他这事儿没结果吧，别的事儿都推进不下去。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忙，跟开发区那支行打声招呼，咱那个还款计划能不能重新拟一下？你让我们还。你哥要是不涉黑，这都好说；他现在涉黑，你们在整个银行体系就没有了信誉。说实话，当初要不是我们管委会替你们担保，人家早起诉你们。所以说呀，主任，您这是。您不能撒手不管呀！那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要真这么耗下去，那咱这矿那就得破产。那要真破产了，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还不上。那毕竟当初也是您做了担保嘛。天，不是我个人担保，是管委会担保啊！我没拿1分钱，一切手续合法合规。这里头没有我个人什么事儿，你给我搞清楚行不行？我明白，主任，我的意思是啊，如果这3个亿还不上，那咱区政府不也是财政损失吗？您作为担保也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又是领导，肯定不想面对这个结果嘛。我说您让银行稍微松松手。你让我先想想行吗？我要迟到了，拜托了，拜托。还有，以后别来这儿找我，有事区里说。破产几10块钱的东西，别给我找事儿，拿走。哦，那拜托了啊，主任。进来。琪
李娟，找我。啊，进来进来。哎，是这样啊，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这是要结案了吧？人证物证都来，而且相互印证，这个案子得结了。徐军，这案子不能结呀！我哥生前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嘛？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对吧？但孙飞不查，咱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我问过您，我哥生前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呐。王连长，你在部队不是这么教我的呀？啊，您怎么到了地方您都变了呀？咱们公安现在就这么办案子吗？随便找点证据拼到在一块儿就要钱，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吗？田芳，你疯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作为一个警察侮辱你了。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公安有公安的规矩。这个案子是人分局查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满意你就推翻了他呀。再者说了，孙飞抢走的案是谁想拿就能拿回来的吗？你穿上了这身警服，你首先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家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讲究工作态度。你不能这么横冲直撞的呀！我怎么教你的呀？您教我要听我的。今天啊，跟着江红军一起去，帮着分局的同志做好安抚。我这是命令。少尉，这份需要您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这份是给你的。签完了之后，拿着这个通知书到殡仪馆，就可以把遗体领回了，就可以自行处理了。我签了，是不是就不查了？结案了。杜老师，这个是程序。说，我爸不可能自杀的，对吧？咱们不在这儿待着了，啊，下楼，下楼说跟你说。妈妈不能签那个字。周梅，我知道，我说我理解你，这句话对你来说太轻了。就别说我跟老乔认识20多年，哪怕是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签了吧，好吗？签。那
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当起走。指导小组除了张文京的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脱检察服了。但你是曹志新的好朋友啊！不，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监狱长，你有上级单位，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此举报，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2月27日，一个知情人。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儿，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万海案2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办案子是公检法3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
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2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是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我同意你把这3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万海，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万海找人报复。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点一下这个逻辑哈。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谢呢？所以，组长，我觉得万，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2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
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现在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接班，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重新读一下。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政绩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洪亮，你作为11部，思路没打开啊？万海案是什么样的案子？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果办成了呢？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如果没办成呢？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堂？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你的老同学。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假设，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织。别乱想，绝对不可能。肯定，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洪亮哥，来，有纪律。来，给我的。这儿，瞧瞧，这一家子都是搞法律的。好，没办法，东平就这么小，是，权力就容易集中。你啊，责任重大，要时刻敲响警钟，严明组织纪律。
小姨，你又开会呢？不开不开。哎呀，两位新人委屈你们了啊！没办法，这不是有纪律吗？不能大操大办，就是这一桌。但是来的都是至亲，不影响咱们的祝福，对吧？对，这话说的对。您就说完了？你多说几句啊！没听说我像开会吗？你说。行，我说，那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哥哥要嫁妹妹。这哥哥就是你吧？我这不是不想像开会一样吗？对，哥哥就是我。我能说吗？不能。那我也得说。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你拿一个小鱼雷，这么小点儿，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我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就他在旁边咯咯直乐，没心没肺的笑。你还干这事？不能学啊！上了小学之后就都正常了，像个姑娘了。但这个父母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多少也挨点批评。但是后来父母走了，我就去替他开家长会。你记得吧？你那时候跟我说，我哥你这太不像个家长。我那半大小子哪像个家长啊？你说你穿爸的衣服。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那现在终于像个家长了，你也要嫁人了。子健，说两句吧，表个态。是，其实我今天确实想借着这个机会说两句。蓝书记，我跟您汇报一下，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严青的时候是在东平火车站的那个大屏幕上。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当时我站在那，我觉得他隔着屏幕就已经指导了我的人生。严青，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指教。哎，你干啥呢？做会议记录呢？余生请继续指教这句话背不下来啊？我拍一张我跟新郎官合影，我沾沾喜气儿。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影盒子，你这死亡角度呀！哎，你这你让小玉给你拍，你给他拍。来，我给你拍，拍一个正式的，你俩坐近点。洪亮哥，哎，咱俩来一张，来，看这样啊，哎，比个心啊，这是。怎么都兴这个，一点都不好看。1、2、3，好嘞。谢谢洪亮，你这个贱老啊，还能再会说话点儿？真是发愁。你不知道，当年啊，我刚认识任俊那会儿，那洪亮多年轻啊，还有乔振兴，比你俩都显小。哎，这有啥不能说的？这很多话说出来，反而就没事了。洪亮，那会儿你们仨在学校里关系最好了，后来还一块儿进了检察院。虽然说乔振兴不在了，那你们反而应该走得更近才是啊。真有什么事儿，更得多帮忙，是吗？特别好。月，今天这个场合不提乔振兴啊。妈妈，吃
吃饭了。妈妈。这么晚了，食堂肯定又没饭了，咱又得回去吃泡面啊！不行就叫个外卖吧。进来。许局，这是您要的乔振兴的行动轨迹。哦。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没了。秦风，加班呢，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就敬下两口一杯，好吧？来，谢谢小姨，祝福你们啊！谢谢祝你们白头偕老啊！早生贵子啊！胡浪哥，谢谢。祝书记。哎呦。来，坐吧。对，赶紧。咱俩有2扣子。来。哎，你怎么着？有话要说？我是有家要请。啊。我们组长啊，刚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今天晚上有个会，必须得参加一下。我这不回去有点不好。赶紧。是吧？谢谢理解，谢谢。好，多谢理解。那个什么，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啊，尽量多协调，封住任俊，把万海案做成铁案。啊，那你们继续。好，小姨，我送吧，我送他们。没。你赶紧不好意思。好，你们继续啊。您找我，秦风，来，过来坐。哎，上次周梅家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字儿签了，不签也不行了。你是没看见当时那状况，我嫂子然然都崩溃了。徐姐，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哦，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行了，送到这儿了，怪冷的，回去了啊。什么事儿？整鬼鬼祟祟的。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啊？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评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他俩多长时间？
有3年了吧？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啊，那是。3年前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你介绍的？啊。哦。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什么问题？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洪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市数1数2的律师，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洪亮，你这11部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怎么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哎呀，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这个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哥，我拿到行动轨迹图了，你明天能不能陪我跑一趟？龙哥，可以进了。连心，来，上来，我有事跟你说。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儿。哎呀，你别忙活了，快点。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给你个大的。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你说。就说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工资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10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不是要的吗？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你妹妹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你们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俩？怎么了？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老公他批评我呢。什么怎么能叫批评呢？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我什么都没说啊。你没说，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哎呀，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跟我说，嫂子给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送的？没花钱啊？对啊。大哥，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
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这样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哦，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是吧？叶欣，龙哥辛苦啊，龙哥，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谢谢。抱歉啊，来晚了，请赶慢赶。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李姐，久仰。哎，幸会啊。这是我嫂子刘玉。刘准，终于见面了。你好。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红包拿去。李彦先，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一码归一码，龙哥坐。来，坐。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3栋房子不够。兵哥，人带来了。不是过2天再动手吗？怎么这么快把人带来了？条子铺了秋虎的制度点，特警也出动了，我拼了命才逃出来，他也差点被警察摁下。秋虎被抓了？没有，被我捅死了。干得不错啊，功臣啊！我得好好奖励奖励你。你放我住所的钱已经够多了，我不要什么奖励。实话实说，那天通话的时候我已经走投无路。兵哥，我真的谢谢你，让我跟着你。没事的，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不能去医院，我知道，西街路上有一家诊所。林强还没消息吗？目前还没。张显赫在抓捕现场中了枪，林强应该是带他救治去了。虽然我们铺下制毒点，缴获了冰毒，但是1027一案留下了太多疑点。秋虎挟持方林逃逸，却死在佩陵江边。是谁杀了秋虎？方林现在又在哪里？这些还得没有搞清楚。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张显赫为什么还要带走方林？恐怕这个方林的价值，就像林强判断的那样，绝不是个普通的制毒人员那么简单。张显赫一直为养父办事儿，所以这背后一定是马洪涛极力想得到方林这个人。有张显赫，
对于我们下个阶段的调查来讲非常重要，就要留着，放长线，钓大鱼。大案才刚刚开始。我们已经关门了，别往里闯啊！你别往里闯。没事了，没事了。我们这处理不了，处理不了，你开什么诊所啊你？我只是个护士，医生都已经下班了。护士，我跟你们李医生是朋友，不会让你惹麻烦的。还不赶紧的！没事了，没事了。你到底能不能行？我要才来1个星期，而且我们诊所也不能打麻药哦。我劝你们还是去大医院吧。大哥，你这不是皮外伤啊，我也没有经验啊。我说，你错。快！马爷，刘冰已经解决了方林的事，好像都没费什么太大功夫，事情做的呢特别利索。我看呐，刘冰以后可堪大用，您觉着呢，马爷？真的是刘斌亲手抓到了方林？对，而且还顺带解决了秋虎，确实比某些人靠得住。而且，显赫跟孙大鹏走得那么近，而孙大鹏又是条子的人，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猫腻，这谁能知道呢？集团管账分钱这么重要的事儿，我看不能再交给显赫了。不然兄弟们不踏实。您说呢，马爷？马爷，我看您这脸呐，还是得彻底做个手术。美国那边，王山已经联系好了，您呐，就不要再拖了。老董说的对。生意有刘斌顶着，不会出什么岔子的。您是该做个手术了。好吧，安排吧。小沈啊，小沈，曹大，昨天有个手机往这座机里边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一个电话接了，谁接的？我接的，但是接了以后没人说话，然后很快就挂了。
查一下机主是谁。好。曹大，审讯那边有情况。又有什么问题吗？陈志勇说，吕四有一次喝多了，无意间跟他吹过一个牛，说自己弄死了一个警察的线人。不开口是吧？那我陪你耗着。走吧，我来吧。一个字儿没招。预审员记你的口供，够省事儿的。绿四儿，人证物证俱全，你不开口也能判。觉得我在吓唬你，那我就坦诚不公的跟你说道说道。你涉黑放高利贷，刑侦那边已经堆了一摞材料了，再加上秋虎给你供的那批海洛因，前段时间也被我们给铺下了。宁死不屈。我根本没有碰那个生意，货是秋虎让我帮他接的，我也是被他坑了。开口了，那就一件件的捋。说说孙大鹏，时间、地点，怎么下的手？孙大鹏的事儿不是我干的，不承认？我没干。那是谁？吕四儿，我刚才可是耐着性子把实底儿都交给你了，你要再不交代，可就真没机会了。张显赫，别动，伤口才缝上。你还挺会照顾人，女人贤惠是好事儿。伺候你不错了啊，别嘴不把门。我替你挡了颗子弹，说两句，都闷嘴不下。嗯。护士在外面吗？你想干嘛？渗血了，换纱布。除了胸闷，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吗？倒是有些头疼，晚上睡不着觉。人家忙着呢，我帮你换吧。可可，昨天一个人在家，没事吧？我给他发信息了，我让他先自己买点吃的，先对付着。可可跟我一起过日子，太委屈了。我不是个好爸爸。好爸爸谈不上，可是你呢，这么年轻就硬着头皮养一个女儿，也是够赶时髦的。我要不收养他，他打小就要在福利院过，当孤儿的滋味不好受。
是那意思。我没那么敏感，要那么敏感，我打小在福利院还怎么活？你要找方林这个人，估计现在十有八九，他已经被条子抓了。你下一步怎么打算？被抓了也好，我本来就是要交给警察的。我一个朋友嘱托我，让我把方林交给门江分局禁毒大队队长。是谁嘱托你的？为什么是门江分局？带着方林以后，我一直在尝试联系这个大队长，可惜他的办公室电话没人接，这事办不成了。谁想到，我在赶去飞电厂救你的时候，被他给堵了。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没能亲手交给他，但我也算是对我那个老朋友有一个交代了。你到底是不是警察？秋虎的话你也信？是不是？不是。老板，打个电话。哎，喂，曹大，你在哪儿？我现在在西定路一家诊所的附近。张显赫中枪了，刚刚才醒过来。喂，别说，让我爸接电话。张显赫刚才跟我说，他说他带走方林，实际上是受人之托，他本来要把人交给你的。昨天给你打了电话，可惜没有联系上你。他打的哪个电话？打到你办公室了。马爷已经到美国做手术了，这个电话暂时不会再用了。秋虎和方林被警察抓了，四处他们几个，八成也跑不了。我弄死孙大鹏的事儿，可就藏不住了。我要带可可离开岭南，还有个姑娘，也跟我一起走。你尽快给我安排一下。公司的事情，以后你就不要插手了，好自为之吧。我马上派人去西定路把人摁下，要盯紧张显赫，千万别让他跑。你要抓张显赫？双方审讯的时候，我们从吕四儿等嫌疑人嘴里得知，张显赫杀了嫌疑人铁青。
什么活啊？刚一个男的说您工作忙，替您把可可接走了。人往哪儿走了？张显赫呢？我问你话呢，张显赫呢？我爸爸今天要带我吃麦当劳，他跟你说了吗？说过了，叔叔现在就带你去吃。你骗人！你不是张先生的朋友。我爸爸从来不跟我吃麦当劳的。进去，进去。别打妈妈！可可，可可，小孩抓着了吗？联合人手，今手来了搞我。竟然没死啊！命真大。这不怕马爷知道吗？啊，马爷呀！忘了告诉你了，老爷子上美国享清福去了。现在公司里面所有的事儿交给我处理。其实他也就剩下半条命，早走晚走都一样。但是我着急啊。他不走的话，我怎么弄死你？就算马爷不管事儿了，王山、毛东几个老家伙，他们能认你？不认我认钱呀！方林那批货可是1本万利，你猜他们是占你，还是占我？方林在你手上，怪是怪你自己没本事。抓人抓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抓着。别说对马爷最忠心，说到底，他这次帮我，我还得谢谢你。孙大鹏的验尸报告他看了，那颗子弹怎么射进头部的，你比我清楚啊。他的脑部左侧有血块，有生命危险吗？出血量不大，但血块压迫神经会影响听力。你以后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孩子了。
今天不写作业了，你跟老师说一声，明天交不上。那看电视吗？嘿嘿。手怎么那么小啊？可可，可可，你和爸爸在一起太危险了。爸爸，爸爸，不是好爸爸，爸爸，对不起。医生，我这个回家是吃药就可以了吗？对对对，你这个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次检查完怎么说？有点小产迹象，不过现在没事儿了。那就好。哦，给。林强，认识你这么久，我终于知道你真名叫什么了。你在豪庭拉下的那些海报、杂志，我都帮你收好了，等你出院以后给你。虎哥已经被抓了吧？警方在佩林江边发现了秋虎的尸体，目前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手。也好，他是宁愿死，也不愿意蹲耗子的。放心，警方一定会找到凶手。找到又能怎么样啊？虎哥死了，我也就死刑了。
娇娇，你别放弃，你提供线索，帮警方布下制毒点，一定会争取减刑。到时候你关不了多久就会出来的。那时候你还年轻，孩子也需要你啊。林强，你有没有真把我当成朋友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忙活什么呢？我看你从王山人家搬回来之后，也没心思打扫房间。给你换了床厚点的被子，坏的灯泡也给你换好了。你去看楚娇娇了？嗯，再有1个多月，她就要生了，我快做干妈了。曹导有跟你提过我什么时候归队吗？没说，但我给你问了。他说让你好好休息，等调整好状态再说。我浑身上下1个零件也没少，要调整什么？我看啊，他就是认为我是故意放跑了张显赫，表面强制休假，实际是用这种方式在惩罚我。你别瞎想，我得侦查这么久，你是该好好休息，换换脑子了。健身教练做久了，还学会臭美了。我这是自责，当时要不是我追过去，你可能就不会挨那一枪。从那之后，我就下决心要保护好你。大哥，你也太变态了，把自责戴脖子上。他没有再联系你。没。这么久了，这个人像人间蒸发似的，家也没回去过，酒店房间也退了，连可可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人应该不会出意外，你不要担心。我担心他个屁！我是想赶紧找到他，抓回队里。你也听见李岩那天是怎么说我的了？不光是他，队里其他人也铁定误会我了。我没故意放跑他。我知道，毕竟他杀了铁剑，再怎么着，你也不会犯傻。这件事证据不足，别着急盖棺定论。那要是真是他下的手呢？要是程叔的死真跟他有关系呢？
我这边出了个状况，马爷去美国了，刘冰把我踢出局了。公司现在所有的资金、账目都不过我手，我可能没办法给你提供情报了。好的，我知道了。你不要太着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会尽快安排让你在合适的时机重新入局。那颗子弹怎么射进头部的，你比我清楚吧？汪倩姐姐，汪倩姐姐。啊，您就是李阿姨吧？您是？我是张显赫的朋友。哦。您是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我送可可去过几次学校，认识可可的老师。这不好久没看到她了，我就去学校打听了一下。何老师跟我说啊，您跟可可的家长似的，他有事儿啊不找张显赫，就找您。他正好有您家的地址，我就顺着地址找到这儿来了。可可的耳朵是怎么回事？具体我也不清楚，问这孩子，孩子也不说。我们现在定期要带可可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血块压迫神经导致的失聪。那张显赫现在在哪儿？您知道吗？这个我不清楚。前一阵儿他把可可送到这儿，就再没有来过。不过他偶尔会打电话过来问可可的情况，打过来的号码我倒是记得有。谢谢。不谢。可可。看这小公主漂不漂亮？王爷，我给你发了固话，你查到位置在哪儿了吗？位置在石碑村附近。具体位置发给我。好。你这为什么放这个啊？
放歌犯法吗？我问你是谁让你放这歌的？刚才一男的扔下1万块钱，